我都说了，我是来给主子送宝贝的，你偏不信。不过没关系，等会儿你就会听到主子夸赞我的声音。吵什么？滚进来！主子，您要的地灵找到了。白色的小兽似乎被声音吵醒，它抬起毛茸茸的脑袋。这一觉睡得好舒服啊！裴水彻底懵逼了，他嘴里吐出的是什么？那不是人话吧？他抬起前掌，揉掉眼中的朦胧。我的普通话一级甲等呢？我的手呢？这毛茸茸的是……尾巴！他是本王要找的地灵。主子冤枉啊！都是这小兽突然窜出来，还把地灵一口给吃了。属下就只能把这只小畜生带回来，任由主子处置。地灵对王爷万分重要，找了5年的时间，不知哪来的小畜生把千辛万苦找到的地灵给吃了。喂，别乱扣屎盆下喂！谁吃了你的？哇，身材好棒啊！裴水鼻子一热，差点流出血来。太刺激了！他竟然一丝不挂。美男太大胆了，好喜欢！凤九木忽然有种错觉，被一个色女看光的错觉。好看吗？好看的，好看！主子笑了，他笑了，完了，这小兽凶多吉少，小命不保啊！只见凤九木神色一收，怒然拍掌击打在水面，水柱冲来的瞬间，裴水抬起双爪捂住了兽脸。这只小兽成精了吧？它居然像人一样用爪子护住脸。主子，这小兽上啊，你才是畜生，你全家都是畜生！这小兽能听懂人话，知道说它小畜生。把它给本王拿出来。小兽是被轻易从笼子里用力拽出来的，出来的时候它的爪子还在拼命地抓铁笼。知道害怕了，吃地灵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。哼！裴水恨死了青衣，他穿越成兽就已经够惨了，还被他莫名其妙地抓来送给一个脾气火爆的暴露狂。滚出去！是。美色很重要，但小命更重要的，好吧？你能听得懂人话？听得懂。普通话、四川话、广东话都很溜，英语考个8级。心中想到，如果他承认，这个美男会不会把他当妖精，就地打死？偷吃地灵，窥视本王。哼！如此放肆，不如宰了入药吧。裴水的求生欲爆表，他歪着脑袋，雪白的毛发蹭了蹭凤九木的手指。你想留在本王身边？别想骗他点头。哼，他是不会因为贪图美色把自己小命玩完的。那就留在本王身边，养肥之后再。裴水闻言，吓得两眼一翻，昏了过去。凤九木把小兽轻轻丢到软毯，从温泉池中起身，穿好衣袍，准备带小兽回王府。软毯上哪还有小兽的影子？很好，胆子很大的小家伙。小兽被关进了铁笼，丢在凤九木的房中，躲过了暴露狂，却没能躲过暴露狂的丫鬟。他被青鸾捉了回来。这下惨了！不行，我要逃跑，不然暴露狂会先奸后……是先杀死我，然后把我吃了。流了几滴眼泪之后，渐渐地睡着了。凤九木回到房中，就看到了这么一幕：某小兽在铁笼中安心地呼呼大睡，一吸一呼，一团热气喷洒在凤九木的手心。凤九木差点把它丢在地上。活至今日，他最不喜欢沾到别人的气息。青鸾伺候他的时候也是屏住呼吸的。凤九木眸色变深，终究是没把他丢下去。先留着吧。凤九木把它放回铁笼的时候，指尖一疼，小兽掉了下去，撒爪子就跑。这只狡猾的小畜生竟敢咬它，裴水头也不敢回，拼了命地往外跑，离房门越来越近。小兽的脑袋撞了上去。哎呦，撞得好疼啊！哼，狡猾的小畜生。你才是畜生，你全家都是畜生！凤九木半蹲，手指还没碰到地上的小兽，就看到他惊慌无措的眼神。这就怕了，虚伪的小家伙，虚伪的小家伙，这笔账本王该怎么跟你算？算你妹啊！你把我抓回来的账，我还没找你算呢。不如这样，本王打断你一条腿，可好？不好，别打断我的腿，我怕疼。凤九木黝黑的瞳孔微微一缩，这狡猾的小家伙果然能听懂人话。裴水眼泪巴巴地挪动软萌的小身体，到他流血的手边，立起后腿站了起来，仿佛在对他受伤的手忏悔。凤九木眯着眼睛注视着小兽的一举一动，看到他伸出粉润的舌尖，他有那么一瞬恍惚了。
待回神，手指的鲜血已经被他舔舐干净。凤九木手指一颤，不动声色地收了回来。他厌恶别人的气息，更何况是一只小兽的舔舐。凤九木眼底闪过杀意，看到某小兽用脸讨好地蹭他另一只手，没有下次。凤九木收起杀意，也没说清这没有下次指的是咬他还是舔他。小兽再次被丢进了铁笼。哼，呸！脏死了，恶心死了。转眼过了一天，铁笼中的小兽是被饿醒的。裴水睁开眼睛，就看到一只好大的鸡腿。哇，大鸡腿儿！想吃？我与你前世无冤，今世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啊？我听青鸾说，你昨天很有本事，咬了王爷的手。哼，那可不，昨天差一点我就能跑掉，可关你个臭小子什么事？你既然这么有本事，这鸡腿放在铁笼外，你也一定能吃到吧？好好享用，这是王爷吩咐了厨子特意为你做的美食。可香可好吃了。啊！可恶的臭小子！呸！死太监，欺负兽，不要脸！一只爪子伸出铁笼，能碰到鸡腿，可抓不住，反而将鸡腿越推越远。他努力了好一会儿，最终还是放弃了。哼，这里没有好人，都是坏人。凤九木一夜未归，青翼这个侍卫也跟着主子。直到第二天，凤九木上了早朝，坐着尊贵的马车回到王府，青翼才猛然想起昨天把鸡腿放在铁笼外的事。小畜生不会被饿死吧？主子可是很看重那只小畜生。青翼转身之际，凤九木忽然叫住了他。主子，你有何吩咐？昨天他可喜欢吃你拿去的鸡腿？喜欢，主子赏赐的鸡腿他当然喜欢。你去膳房再给他送些鸡腿，早上吃鸡腿可能油腻，给他带碗清粥过去，别忘了把粥吹凉了喂他。小家伙，我给你带来好吃的，你快醒醒，起来吃啊！该不会真的饿死了吧？青翼赶紧打开笼子，把里面的小兽抱了出来，摇了摇它，没醒，又抬起它的小爪子晃了晃，爪子也没有任何反应。青翼心里一慌，赶紧把小兽放回铁笼，转身就跑去找凤九木了。青翼前脚刚离开，坏人走了，没关铁笼。嘿嘿，这么好的机会，妈妈说绝对不能错过。裴水对香喷喷的鸡腿咽了咽口水，走过去狼吞虎咽地吃着，啃完鸡腿又喝了几口清粥，爪子恢复了一些力气。他跳到地上，悄悄地跑出房门，转身对着凤九木的房门做了一个竖中指的动作。哼，再也不见，暴露狂，死太监！片刻，他灰溜溜地转身。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区区侍卫能难倒我？哼！不能从正门出去，他找狗洞钻好了。循着狗声，裴水很快就找到那只狗。宝儿，快来，用膳了。裴水悄悄地跟在丫鬟身后，看他把狗子抱去哪里。混的还不如一只狗。那狗还有3道菜，还有丫鬟伺候，他却被死太监饿了3天。裴水趁丫鬟踢鱼骨的功夫潜入了房中，躲在一个隐蔽的柜子下面。等到丫鬟走后，小兽探出头来，桌上还有一大半的食物没被吃掉。狗吃的又怎么样？而且这狗吃的比人吃的还好嘞。刚跑到矮桌边，窗户里飞进来一只野猫，踩翻了装鸡的盘子，叼起一块红烧肉就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。看着大半只鸡翻在了地上，心好痛。卷毛狗显然被野猫的行为惹怒了，凶恶了叫了一声，扑过来就咬。野猫也不甘示弱，直立起来，前爪飞快地打卷毛狗。小兽就像一个观众，看着猫狗大战，他谁也不帮。小兽的眼角余光看到一抹人影，他极快地缩回了柜底。也就这一刹那，野猫被网罩住了。死猫，敢偷吃我家宝儿主子的食物，你是活腻了！今天就把你丢到滚水里煮了，给我家宝儿主子做道菜。好可怕！你要不回铁笼去吧？至少那里是安全的。可是凤九木养着它，不也是为了养肥了之后再来吃吗？去把孔太医找过来。什么？请孔太医为了那只死掉的小兽？这穆王是哪里不舒服啊？那个你去了就知道了。轻易扶着孔太医下来，带到凤九木房中的时候，看到凤九木坐在椅子上，脸色阴沉。跑了？那小兽跑了？孔太医，借一步说话，怎么会有如此心机的小畜生？你要玩死我啊！站住！你说他死了，他的尸体在何处？属下疏忽了，被那只小畜生诈死给骗了，请王爷惩罚属下。你真有出息，连那畜生是死是活都分辨不清了。你们
你们把老夫请来，竟是让老夫给一只小畜生看病，荒唐，太荒唐了！穆王，你贵为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受文武百官敬仰的王爷，你怎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？青鸾，把孔太医送回皇宫。孔太医消消气啊，奴婢这就送您回皇宫。不用，老夫自己回皇宫。穆王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让老夫再踏进你的凤王府半步。王府每个门都有护卫日夜值守，那小兽绝对不可能跑得出去。青鸾这就派人在府中寻找，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本王找出来。找不到，你就提头来见本王。是王爷。宝儿，昨晚睡得可好啊？昨儿个姑姑派人来接我去皇宫，与我说了好些话，还问我何时能怀上穆王的孩子。哼，若我能怀上穆王的第一个孩子，生下个小王爷，姑姑就会去求皇上，让穆王抬我为王妃。唉，可是哪有那样容易啊？穆王从来都不踏入我的房门，又不许我踏入他的房门，我怎么怀他的孩子嘛？哇，放着这等美人在府中不碰，难不成穆王是性无能？谁啊？夫人，您别紧张，没有人。这柜子底下可能躲着一只耗子。这宝儿的房中怎么能有耗子呢？万一咬到宝儿，我如何与姑姑交代？这宝儿可是皇上赏赐给姑姑的月狗，姑姑有孕在身，不可养在身边，才让我帮她悉心照料的。宝儿有任何损伤，你100条命都不够赔的。奴婢知道错了，请夫人抱着宝儿小主暂且离开，奴婢这就锁门，把房中的耗子打死。啊，卷毛狗的来头这么大呀！裴水看到有光的地面，被鹤壁扑上网，围着柜子走了一个圈。只要他跑出去，必定会被鹤壁收入网中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倏然，他看到一根小孩手臂粗的棍子倒了进来。裴水眼睛一亮，呲开了尖细的利齿，扑过去，狠狠地咬住丫鬟手指。啊！畜生，松开我手指！把耗子打死，打不死他，你就别出来包扎伤口。小兽狡猾地破窗而出。哼，呸！坏女人！裴水走之前，故意绕到门前，眨眼的功夫钻到了楚婉若的裙下。裴水把楚婉若的脚腕咬了一口，小兽咬了人就跑得无影无踪。该死的奴婢，连只耗子都打不死，还放他出来咬本夫人，我留你何用？卷毛狗也被摔得半死。奴婢也被那畜生咬得手指快掉了。夫人，奴婢对您是一片忠心啊，您看在奴婢的忠心上，饶了奴婢这次吧。奴婢一定会抓住那只畜生，把它放在油锅里炸了，给夫人出气。窝在柜子底下一晚，他浑身都是灰，他想漱口，他想洗澡。啊！叫我怎么活啊？快看，那只好像是王爷要找的小兽。裴水吓得魂飞魄散，撒爪子就跑，可四面八方跑过来的家丁和丫鬟把他包围住了。裴水吓得不敢动了，被穆王抓住总比被鹤壁和鹤主抓住的好。就在一名丫鬟神色紧张地抓住他时，小兽忽然顺着丫鬟的手飞快地爬上了丫鬟的手臂。小兽从丫鬟的肩膀嗖的一下跳了下去，众家奴震惊得目瞪口呆。小兽没跳到地上，他瞪着抓住他的男子。四太监真缺德，居然躲在丫鬟的身后把他逮住了。小畜生，你还好意思瞪我？你差点害得小爷人头落地，小爷做国也不会放过你的。到底谁害谁呀？谁敢恨谁，不放过谁啊？怎么被小爷捉到不服气了，想咬小爷？嘿嘿，你狗牙还挺尖的。为了王爷的安危着想，我还是先将你的狗牙拔掉，再把你送回王爷那儿。裴水看白痴一样的眼神看着青衣，哪有半点害怕。你要是怕了，以后不敢再咬小爷，小爷这次就放过你。裴水懒得理他，这小畜生什么意思？真以为我不干呢？裴水又不傻，死太监都告诉他了，他差点人头落地，敢拔他的牙？骗3岁小孩呢？王爷，小畜生找到了，拿过来。是。啊！青衣被咬得眼泪汪汪。他看到某只咬了他的小畜生跑到主子面前谄媚的嘴脸。裴水等了片刻，不见凤九木伸手抱他，瞅了瞅凤九木没有反对，他就爬了上去，踩着他有弹性的大腿。这小畜生不仅狡猾，还是一只会拍王爷马屁的马屁兽啊！出去！凤九木忽然说话，把小兽吓到了，仰着脑袋像雪球一样从他的大腿滚了下去。青衣怔了怔，老钟才想着那只马屁兽真不要脸，为了讨好王爷，居然用脸蹭王爷，蹭王爷的身体。
他本不确定凤九木这话是对他还是对某兽，当看到凤九木伸手接住某只快要摔到地上的兽时，轻易确定出去是对他说的，立马转身滚了出去。某水吓昏了，再装死，本王现在就宰了你！裴水耳朵颤了颤，瞬间复活了。暴露狂，我被你手下抓来已经够惨了，你还要杀兽？你怎么能那么冷酷，那么残忍，那么无情？裴水心里一片哀怨，接着又被关回了铁笼中。小兽对着他背影呸了一口，诅咒凤九木出门摔死，被雷劈死，吃饭噎死，喝水呛死。裴水在铁笼中的生涯可悲可泣，他每次看到凤九木都会呲牙笑着讨好他，可那暴露狂油盐不进，气煞兽眼。大约过去半个月，裴水看到凤九木回来，没再像往常一样在铁笼中高兴地蹦跶。小家伙今天不舒服，看到本王蹦也不蹦，笑也不笑，胖了。小兽被戳痛了，朝另一边挪了挪身子。装晕，装睡，装死，现在换成装病了。我招你惹你了？他怎么这么没有人性，就不能让他安静的长肥，安静的去死？又过了一天，那只兽盘在铁笼中呼呼的睡着。凤九木眼神暗了暗，走出房门，叫来青翼，让他去膳房拿了一些某兽平时最爱吃的肉食。那只小畜生在睡觉，主子为何要我去拿小畜生爱吃的肉食？难道主子在哄那只小畜生？须臾，凤九木出来了，盘子里的肉食没动，丢进青翼怀中。明日起，你不用给他喂食了。我不用给小畜生喂食，主子是要饿小畜生。青翼似乎感觉哪里不对，难道是主子今后要亲自喂小畜生？楚夫人的早膳准备好了吗？还没，等我把鸡腿烧好，立刻做楚夫人的早膳。宝儿的鸡腿晚些没有关系，你应该先为主子准备早膳才是。哼，就你家夫人那只狗子，能和王爷的宠兽相比？胖大哥，王爷的宠兽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师妹，你问对人了。那日啊，全府寻找王爷宠兽的时候，我亲眼见过。是个雪白的小兽，尖尖的鼻子，眼睛像黑葡萄似的，又亮又好看。我活到今天呀，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兽，难怪王爷这么喜爱它。才下早朝，听说连朝服都没换，就吩咐过来，让准备那只小祖宗爱吃的鸡腿。石梅心中一阵后怕，连早膳也不拿了，转身就跑出了膳房。你说的可都是真的？夫人，千真万确，王爷的宠兽正是那日咬您的小畜生。你这贱婢，小畜生也是你叫的？王爷的爱宠，那便就是你的小主子。他如今的身份和宝儿不相上下，你可给本夫人记住了。是，夫人，奴婢记住了。都怪你这个贱婢，害我差点误伤了王爷的爱宠。你现在就去给本夫人想办法，把他给本夫人勾过来，本夫人要好好的补偿他。夫人，您知道的，奴婢除了膳房，就只能在后院。那只小主子，他住在前院，听说还住在王爷的房中。奴婢哪有本事把他勾过来？而且那只小主会咬人，他见到夫人又咬夫人怎么办？夫人，为了您的……本夫人做事还要你一个奴婢来教？奴婢不敢。你个贱婢，给本夫人听好了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必须把她勾到我面前。她若是再咬我呢，哼，那就有理由让王爷踏进这清冷已久的小院了。不急，慢慢吃。裴水闷着头吃着美味，心里不太是滋味，饥饿使他没了骨气。他吃完转身回铁笼，仿佛已经认命了一般，却冷不防地被他抓住了。凤九木顺了顺他背上微微炸起的毛发，柔软滑溜。啊，他盯着我的皮毛干什么？又在想坏主意，该不会是想扒我的皮吧？裴水恐慌，灵巧的身体钻进了他的床底下。出来，现在出来，本王不与你计较。你要等本王派人把床给拆了，把你捉出来。床底下没有动静。青翼瞬间出现在门外，走进来的时候，看到一只纯白的小兽从床底下钻了出来，跑到他家主子脚下就往上蹦，跳到了他家主子怀中，不经意间送给青翼一个请你滚的眼神。他瞪了回去。主子，你有什么吩咐？裴水骤然转过脸，毛绒的脑袋使劲地在凤九木怀中蹭，仿佛已经知道错了，在百般的讨好凤九木。滚！青翼摸了摸鼻子，灰溜溜地滚了。自这以后，
某只小兽和凤九木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。栾妹妹，那只小畜生又在耍心机迷惑王爷了，你可要看紧了他，别让他有机会溜出王府。留得他这样不省心的，你干脆去把他杀了，交给膳房煮一锅汤，端给王爷滋补。王爷对他兴趣正浓，我此时把他杀了，王爷降罪于我，不要把我杀了。凤九木连续几天抱着小兽在王府遛弯，某天空闲的时候还会抱着他坐在外面晒太阳，这让裴水渐渐地对凤九木有了好感。本王今天忙了些，回来的晚了。你这小家伙咋还没睡呢？他摇了摇头，小爪子指了指他，做了一个没的动作，表示他不在，他睡不着。凤九木笑意变深，小兽的聪明和独特讨得他的欢心。时候不早了，快睡吧，本王也要歇息了。裴水哪肯回笼，搂着他的前爪又紧了紧。小兽吱吱地叫着，下来。毛毛的脖子紧贴着他的下巴，他的前襟被踩开了。凤九木黑瞳出现了细微的变化，裴水眼尖的发现，还没琢磨出来，就被一股突来的力量狠扯下去。凤九木整理好白袍，看见地上神情痛苦的小兽，他眸色闪过一丝懊恼，便伸手下去抱他。某小兽给凤九木甩脸子，这小家伙的脾气见长，是他近日对他太好的缘故。隔天，凤九木去上早朝，裴水伸出小爪子，铁笼就开了。自由啦！忽然，房门被推开，来者眼神微惊。主子也真放心把这小畜生放出来，就不怕他又使奸计逃跑？裴水用完早膳，轻易收拾了盘子。收起你所有狡猾的小心思，你是跑不出穆王府的。哼，是太监。轻易以为是凤九木打开了铁笼，给小兽在房中一席自由。他这个属下当然不敢去擅作主张。夫人，您再给奴婢几天时间吧。小祖宗每天都在王爷房中，难得出来，也是被王爷抱在怀中。奴婢实在找不到机会勾小祖宗过来呀。贱婢，还敢找借口？你是猪脑子是不是？他不出来，你不会趁王爷不在府中的时候想个办法让他主动出来吗？蠢得要死！奴婢这就去想办法，这就去。滚！凤九木回来，小兽已经睡了，屁股对着他。这小畜生果真惯不得，稍微宠了些时日，他就得意忘形，生起气来，脾气胜过他这个主子。裴水在夜里醒过一次，看到凤九木的床上无人，好舒服啊！凤九木今晚不会回来了，就让他享受一晚他的大床吧。轻易进来给小兽喂食，看到那空了的铁笼，轻易以为小畜生又逃了。怎么办？这该死的小畜生就会给王爷添乱。你才是小畜生，是太监，敢骂老子！看到小兽从王爷的被窝里钻出来一个脑袋，你赶快给我滚下来！这是王爷的床，岂是你这只小畜生能睡的？裴水趴在床上不动，仿佛就是要和轻易对着干。轻易眼皮跳了跳，伸手去抓小兽，他脑袋一缩，躲进了被窝里，东窜西窜。轻易的眼珠子随之东转西转，看得眼花缭乱了，干脆一把掀起被子，床上光光如也。小畜生呢？忽然想到什么，头顶突然一疼，滑不溜秋的小东西从他背上跳了下去。小畜生，你打我！你太过分了！老子等王爷回来就去告状。你昨晚睡了王爷的床，王爷最忌讳别人碰他东西，更别说床了。这床至今为止只有王爷一人睡过，连未来穆王府的女主人都没睡过。你等着王爷回来收拾你吧。去告好了，他连死都不怕，还怕他告状。他肚子饿了，伸出淡粉的舌尖舔了舔盘子里的鸡腿，大口的享用。这小兽如今是越来越无法无天，肆意妄为了。他悻悻然地换了一床被子。小兽吃完，他捡起石篮，把地上收拾干净，瞪了小兽一眼。你最好老实点，再把王爷的床弄脏了，有你好受的。轻易前脚刚走，小兽后脚就在凤九木的床上滚被单。听到凤九木回府的风声，王爷可有找他？青鸾和青衣不敢隐瞒王爷，王爷一回来就禀告了。那是如何禀告的？看守王爷房门的侍卫认了罪，说自己没有看好小祖宗。等本夫人见了王爷以后，会重重的赏你。多谢楚夫人。楚婉若嘴角的笑容忽然凝固，尖叫一声，看到被甩在地上的小兽滚了几圈，爬起来要跑。他本能的快一步扑上去抓住小兽，小兽咬他，他忍着眼泪紧紧的抱住。楚婉若胸口被咬了。师妹，你没看到本夫人的胸被咬了吗？快去拿药，本夫人的胸口要是留了疤，拿你试问。夫人，我的手被小祖宗咬住了，如果松开替夫人拿药的话，这小祖宗会又跑掉。你给本夫人把他抓紧了，王爷找不到他会着急的。夫人，奴婢有个好主意。哼，
耽误本夫人上药，不是好主意，本夫人就打死你。夫人为了帮王爷抓住小祖宗，被小祖宗咬得这么严重，夫人就让奴婢现在去请王爷过来吧。石梅把心中想的和楚婉若说了。是真的吗？师妹，你真的觉得本夫人的胸口好看？王爷见了也会心动？石梅点头如捣蒜。裴水没再继续咬石梅，她爱吃鸡腿，可不喜欢吃人肉。大，是真的大。她被楚婉若按在怀中的时候，差点就闷死在她的凶器上。石梅把小兽关在了木笼中，楚婉若眸波微漾，想到了一个东西。娘说，若有一天王爷对我厌倦了，你可以帮我重获王爷的宠爱。你真的有那么灵吗？这个香包这么神奇，该不会是迷魂药吧？完了，凤九木这次来要被这个女人迷女干了。很期待啊，很期待凤九木被叉叉圈圈后的表情。夫人，王爷来了。楚婉若受惊，她急忙把香包丢到匣子中。裴水看到她像个失了魂一样，跑到床边把衣裳脱了，钻进被子里。凤九木走了进来。楚婉若这生最骄傲的就是嫁给了凤九木，虽然她不是从正门进的王府，凤九木也没和她拜堂，但那又怎样？她还不是进了凤府，还不是成了凤九木的夫人。王爷，裴水就差点被恶心吐了。他前世没看过太露骨的片子，反正现在也没谁把他当人看，他会很愿意看巨无霸床上大战凤九木。裴水的眼睛里浮出涟漪，嘴边挂了一条银面。木笼忽然被打开，一只大手伸了进来，小兽的身体倏然腾空而起。你对本王流口水？我亲娘，我这是吃坏肚子了喂！好你个死太监，敢给老子下泻药！守卫见小兽窜门而出，怔了一下。裴水没有跑远，只是钻到某个墙角的蔷薇花丛中了。守卫没找到小兽，急得焦头烂额，又跑去禀告青鸾和青翼了。一时之间，整个穆王府又开始出动侍卫、家丁、丫鬟，大规模的找小兽。死太监，你太狠了，老子拉得快要脱肛了，你给老子等着！一块大布袋从天而降，裴水意识到危险，抬起脑袋的时候，整个都被罩了进去。夫人，奴婢给您把小祖宗请过来了。原来是恶婢和他的恶主。呸！你个蠢货，本夫人是叫你请他过来，你倒好，把他用布袋给我捉过来。你是想害死本夫人吗？你还不赶紧把他放下来！他要是稍微一丁点儿，看本夫人不把你这个蠢婢活活打死！石梅神色惨白，把布袋放了下来，手指颤栗地解开袋口，布袋没有动静，里面的小兽没有出来。哎呀，他该不会是死了吧？哎呀，石梅，你快把他抱出来看看。石梅把手伸进布袋中，手指头刚碰到小兽的毛发就被咬了。叫什么叫？不就是被咬这么一下下吗？有什么好叫的？给本夫人闭嘴！小可爱，这蠢婢不懂规矩，用粗暴的办法把你带来，她活该被咬，不值得同情。你呀，就往死里咬她，最好呢能把她的手指头咬掉下来。不要怕，有本夫人在，她不敢对你怎么样的。小可爱，你就尽情的咬吧。石梅听到楚婉若的话，她的心都凉了。凤九木可真会娶老婆，娶这么一个狠毒的玩意儿。你怎么不咬了？他这样对你，把他咬死也不足惜的。难道你是嫌他的血脏？也真是挺脏的，看把你这可爱的小嘴儿都给弄脏了。裴水收起锋利的牙，黑葡萄的眼珠子瞅着楚婉若这张蛇蝎心肠的笑脸，他不相信他会有什么好心对他。这个女人再打什么主意？难道是凤九木？不可能！哼，自恋狂！哼！凤九木抱起小兽就准备走，没有看床上娇媚的美人一眼。王爷，妾身为了这只可爱的小祖宗都被咬伤了呢，现在伤口正疼得厉害。你要什么赏赐？妾身不要王爷的任何赏赐，只盼王爷能过来多看妾身一眼，这样妾身就足以了。你那张脸有何好看的？还是赏赐吧。莫非凤九木真是个性无能，面对巨无霸这样的美人也不动心的拒之千里？王爷，您误会妾身的意思了，妾身想要的是王爷的一句关心。王爷可还记得妾身嫁入王府这么久，这是王爷第一次踏足妾身的房门。妾身知道王爷公务繁忙，不敢奢求太多，只求王爷能怜惜妾身，哪怕一次，
妾身也死而无憾了。凤九木手指弹了一下小兽立起的耳朵，他猛地转过头来逗笑了他。裴水凶狠地瞪他。楚婉若看到凤九木在逗小兽，他只敢把恨意转到小兽身上。别摸我的头！哼，王爷，您看看妾身这里都被小祖宗给咬破了，香味。裴水五雷轰顶。这么大！他吸了他的迷魂香。某兽拼命地挣扎，想要从凤九木的怀中逃走。凤九木拧眉，怀中这只小家伙发什么疯？他的手就像五指山，小兽拼了老命的挣扎也跑不掉。怀中毛茸茸的小脑袋一动一动，是在大口的吸气。他这是何故？难道是喜欢我身上的味道？可方才发疯的举动有何解？王爷，我这么个大美人，赤条条的躺在被子里，不比那个小畜生好看吗？为什么王爷的目光一直注视着那个小畜生，都不看我？哼！你好生修养。语毕，凤九木抱着小兽转身走了。房中传来噼里啪啦的响声。贱婢，给本夫人滚进来！楚夫人，贱婢，都怪你！谁叫你把那小畜生放在本夫人房中的，坏了本夫人的好事。洗干净，送到本王的房中。你亲自看着，等本王过去。青翼对小兽撇了一下嘴角，吩咐下人打来温水，拨起袖管就把小兽放到水里，一手按着小兽，一手往他身上泼水。毛发被水打湿之后，身上就像有10几根针在扎他，火烧一样的疼。这是在蔷薇中拉屎被刺的伤，不碰水没那么疼，一碰水疼痛倍增。小兽挣扎，爪子剧烈的在水中拍打。小畜生，你发什么神经？给我老实一点，别想再咬老子！青鸾走过来，看到小兽眼中滚动的泪水，七爷，他好像有点不对劲，把他抱出来给我。栾妹妹，你不知道，这只小畜生狡猾得很，还会咬人。栾妹妹的手指那么纤维，被咬伤了就不好了。青鸾妙目瞪了他一眼，伸出手就把小兽夺了过来，扒开小兽挤出毛发一看，他脸色微变。栾妹妹，怎么了？七爷，你这么做就不怕被王爷发现吗？这不是我做的，栾妹妹，你误会了，我怎么可能对他下手？哼，你不用和我解释，你还是想想怎么和王爷解释他身上的伤痕吧。轻易把小兽送到凤九木的房中。你身上的伤可不是我干的，你最清楚了。我相信你是头恩怨分明的兽，主宰了你可要实话实说。裴水想笑，他哪只眼睛看出他是头恩怨分明的兽？他是有仇必报的兽，好吗？小兽甩了甩脑袋，他抬起头，茫然的兽眼映着清逸秀气的容貌，如干涸之地碰到了一泓清泉。他舔了舔嘴巴，抬起爪子朝清逸移去。小爷，你身上有伤就别出来了，乖乖的待在笼子里休息吧。清逸伸手把他移回铁笼的时候，指尖凉了一下，有温软的湿润划过。某只小兽抱住了他的手指，伸着粉粉的舌头。这是要……清逸瞳孔猛然扩放，见鬼似的把他丢进铁笼，啪的一声锁了起来。他没记错的话，这只小兽舔过主子的。若是被主子知道他舔了他的手指，会不会把他的手指砍下来请客？清逸就发现小兽很不对劲，他漆黑的眼睛很茫然，不像以前那样机灵的赛过猴子。他抬手敲了敲铁笼，小兽视线逐渐聚焦，直勾勾地盯着他手指，垂涎欲滴。这么色，一定是公的，可老子不是母的。门忽然被推开，轻易转过身，惊诧地看着走进来的凤九木。主子不是去处理公务了？看这样子是刚沐浴过就回房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你说谁色？没有，属下胡言乱语。属下失职，没看好他，让他跑出去后受了伤，属下请罚。美男，快让小姐姐亲一个。极品，运气真是太好了，哪来的极品美男？凤九木怒，是因为他身上的伤，却没想忽然被一双毛爪子捧住了脸，薄唇被某兽的毛嘴亲了2口。这只色兽敢轻薄我家主子，天哪，此兽死定了！滚！啊！主子叫小兽滚，没杀了他，只是叫他滚。不要让本王再说第2遍。属下这就滚。滚得飞快。奇怪，色兽大逆不道的轻薄了主子，他怎么还能安然无恙？哼，长得那么好看，都不让小姐姐多亲2下，小气鬼。美男就是娇俏，都和我抱这么紧，还害臊个屁呀！凤九木面无表情地看着怀中忽然兽性大发的某兽，某兽的眼神很不正经。凤九木想到刚才某兽盯着青叶的表情，也是这副急不可耐，下流至极。
凤九木仙气的脸像结了一层冰霜，冷得骇人。堂堂一个王爷，叫一只色兽吃尽了豆腐，像个什么话？美男，不要抛弃小姐姐。凤九木摆脱色兽，将他锁在铁笼中。美男，不要走，小姐姐需要你啊！嘴里飘出的声音变成了这是什么鬼？尼玛，小姐姐变成兽了！第二日醒来，小兽恹恹地趴着，没什么食欲。平日里最爱的鸡腿送到他面前，小兽也只是看了一眼，没从铁笼里出来吃。小爷，兽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出来吃点吧。这兽昨天还兽性大发的轻薄主子，今儿怎么忽然就蔫了？难道是被主子狠狠的教训了？王爷风神俊朗，天人之姿，天灵国爱慕王爷的芳华少女不计其数。你和王爷朝夕相处，也难怪你会对王爷起了不该有的心思。可是小爷，人兽殊途，你爱上王爷，王爷也不会有结果的。王爷现在留着你还有用，你听我一句劝，像昨晚那样的蠢事儿，以后千万别再做了。谁对凤九木有了不该有的心思？谁爱上凤九木了？四太监眼瞎了是不？昨天晚上我干什么啦？裴水忍无可忍地对青翼伸出爪子，指了指门外。你也不用太感激我，你对我讲义气，我也会对你讲义气的。我们同在王府，互相帮助也是应该的。谁他妈要感激你？大哥，我请你出去。你的爪子怎么抽了？你的爪子才抽了，你全家的爪子都抽了。小爷，我们不是已经化敌为友，和好如初了吗？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谁与你和好如初啊？你他妈初见老子就把老子捉到铁笼里，送给凤九木当补品，还好意思来和老子提什么化敌为友？凤九木啊，凤九木，你怎么有这么蠢的手下？他叫你出去。栾妹妹，你可以走了，以后这只小兽由我来照料。啊？我照顾它挺好的。呵呵，好个毛！这是王爷的命令。青翼离开了，青鸾把小兽的无精打采看在眼中，果然是病了，青翼也太大意了。青鸾叫人去请医者，但兽脉不比人脉，年轻的医者诊不出小兽得了什么病，只好再请。这么一折腾，就折腾到凤九木回府。凤九木站在门外，就看小兽趴在陌生男人的怀中，那陌生男人对他的小兽动手动脚。王爷。男人听到这声王爷，心中惊喜不已。王府的正主回来了，他哪有心思继续枕着畜生？他满脑子想着该怎么攀附上这位有权有势的贵主。可谁也没想到，凤九木走到男人面前的时候，伸出尊贵的手，轻而易举地拿走他怀中的小兽。不等男人激动地起身行礼，凝白的手腕一转，男人惊呼，整个人连同他坐的椅子都被甩出房外。男人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痛得嗷嗷直叫。凤九木看到小兽异常的表现，清冷的眸光飘过异样，忽然侧过脸朝青鸾看去。是青鸾擅作主张，请大夫来给小兽看病，青鸾愿意领罚。看病？那男人是来给他看病的。凤九木冰冷的容色缓和了些，让孔太医过来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栾妹妹，孔太医不好请啊，他上次就说过再也不会来凤王府。我自有办法。青鸾的声音很淡。孔太医来到王府，再次看到那只小兽，他老脸铁青，给小兽诊脉的时候，他就像受到某种屈辱。他没有病。孔太医的医术也不过如此。穆王，你别欺人太甚了。老夫的医术是先父和先祖父的100年传承，这么多年来还没有出现过一次误诊。是吗？青鸾、青翼，你们都听到了。孔太医说他从未出现过误诊，这小兽要是一病不起，或是病死了，你们就给本王把他的狂言传出去。天灵国的成都这几年太平静了，说书的先生也缺新鲜故事，他们知道以后会很愿意添油加醋地讲述这段故事。是王爷，我们一定会传达到位。我知道成都共有13个说书先生，其中5个是在成都有名的青楼说书，其余的分布在茶肆。我还知道有几个没中榜的落魄书生，闲来无事写野史，他们最喜欢去便宜的茶肆听故事。孔太医，您还好吧？你们这些无耻的主子和奴才，还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欺负我一个老人家，我要被你们气死了！孔太医，您可不能气死，您被气死了，您先父和先祖父的2世英名全毁在您手中了。哎，您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您消消气，再好好的替我家王爷的小兽诊一诊。我家王爷可稀罕那只小兽了，您要是诊好了它，我们都会感激您的。迫于这对无耻的主奴，他只好再次替小兽诊脉。这样的脉象
我此生闻所未闻，难道是兽的缘故，和人有所不同？凤九木看似平静的眼眸黑云滚滚，忽然想到昨晚发生的事情，是巧合还是有人在作祟？送孔太医回宫。穆王，你把他给我抱回来，再让老夫看看。老夫答应你，会尽力帮你治好他。凤九木，你不要走啊！你给老夫回来，老夫不回宫。哎呀，凤九木，你做人怎么能这样？孔太医，请吧。哼，你当老夫是蹴鞠？用得着就请来，用不着就提走。孔太医言重了，您是皇上和娘娘最信任和敬重的老太医，穆王也是因为看中您的医术，才会叫奴婢请您老过来。行了，别给老夫灌蜜糖了。你这丫头干的缺德事儿，老夫又不是不知道。去，现在给老夫准备一间厢房，老夫啊，今晚要留宿。王爷让奴婢送您回皇宫，没说让您留下啊。孔太医，您就别为难奴婢了。为难你又怎么样啊？你和青衣为难老夫的还少吗？你说的可是真的？王爷抱着那只小畜，可爱的小祖宗来西厢院了。是啊，奴婢亲眼看到的，立马就飞快的跑回来，把这好消息告诉夫人了。哼，好，这次本夫人呢，记你一功。等本夫人得到王爷的宠爱，还会重重的赏你。谢谢夫人，奴婢这辈子都会为夫人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石梅心里偷偷的掉眼泪，这话说得多违心啊！你快去门口守着，准备迎接王爷。本夫人要补个妆。楚婉若把石梅赶出去后，香包不断的铺在脖子周围，脸颊也铺了。娘亲说过，这香气足以令任何男人神魂颠倒。是上次打在身上的香粉太少了吗？王爷才会对她无动于衷。听到外面石梅迎接王爷的声音，楚婉若拿着香包的手一抖，像烫手山芋一样丢回宝匣子，快速的塞进了柜子深处。王爷，妾身在这儿等您等的心都疼了。楚婉若扭着细腰，千姿百媚的朝凤九木走去，伸手去摸他怀中的小兽。别碰他。难道是我动作慢了？王爷进来的时候看到了我的宝匣子。王爷，妾身做错了什么？您要用这么吓人的眼神看着妾身，妾身好害怕呀。应该是本王问你，你用了什么媚俗卑劣的玩意儿？妾身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，什么媚俗卑劣的玩意儿，妾身不知道那是什么，还请王爷明示。妾身只是一心一意的对待王爷，想要伺候好王爷，妾身对王爷的心天地可见。哼，本王给过你机会了，你没有珍惜。王爷，青衣，把本王的猎鹰带进来。哼，猎鹰？王爷叫青衣带猎鹰来做什么呀？青衣办事效率很高，没过一会儿就带着猎鹰来了。听说穆王的猎鹰十分凶猛，在战场上啄瞎过敌方大将军的眼睛，在饥饿的时候被穆王用敌人的鲜血和人肉喂养。该死的奴才，你离我远一点！我姑姑可是皇上的宠妃，你要是让她把我灼伤了，我姑姑不会放过你的。是什么情况？凤九木，你好美啊！小姐姐想吃你嘴巴。哎呦！裴水眉心一疼，他抬起前爪捂住被弹的额头，意识稍微清醒了一些。可恶的暴露狂！宠妃又怎么样？你觉得在皇上心中是一个宠妃重要，还是为他披荆斩棘、南征北战，用鲜血来稳固他江山的人重要？楚婉若吓得说不出话来，被青翼逼得摔在地上，惨叫一声。青翼缓缓地蹲了下来，尖叫一声，转过身爬着逃离，被青翼踩住了裙摆。罗裙脱离了她的腰臀，半截白花花暴露在空中。这女人里面不穿裤子的。只有凤九木最淡定。哎呦喂，这是你老婆没？你就这样淡定的看着你老婆被你下属看光光啊？不要脸的女人！他心中喜欢的人是青鸾，要被栾妹妹知道今天的事，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发生这种事，青翼也没心情和他耗下去，直接让猎鹰闻了楚婉若身上的味道，命令他搜。楚婉若羞恼地拉起罗裙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狠狠地打了青翼一个耳光。王爷，这狗奴才想要玷污臣妾，你要为臣妾做主啊！青翼震惊地瞪大眼珠子，裴水也惊讶极了。楚婉若就像一个飞来的花蝴蝶，隔着一段距离，小兽都能闻到她身上飞出来的香味。哇，舒爽！忽然，一只讨厌的大掌捂住了他的鼻子和嘴巴，好闻的味道没有了，只有窒息，还有花蝴蝶被踹飞的身影。猎鹰啄开柜子，片刻叼出一个金描孔雀牡丹的宝匣子，送到了凤九木的手中。这是什么？松手！死变态！你想闷
这是香包，是我从……这才是他想要的。我没兴趣听你解释。迷情的香包是楚婉若母亲从遥远的狱卒带来的，解药就是她自己为了留住男人的心。我没有什么解药，这只是一个普通的香包。我出嫁的时候，我娘亲亲手为我做的。王爷可以拿着这个香包去楚府问我娘。小兽快要窒息而亡了，他四只爪子拼命老命的挥动，后退踢了凤九木腰部好几下，他才舍得张开2根手指放他鼻子出来呼吸。再不交出来，本王就让青衣把整个香包塞进肚子。青衣打了一个冷颤，他不要碰那恶心的香包。他要是变成小畜生昨晚那德行，青鸾会恨死他。该怎么办啊？小兽忽然踢开凤九木，掉在地上。凤九木拧眉，伸手去捉，小兽呲溜一下躲过了他的手掌，爪子跑得飞快，叼起楚婉若脸下的香包，又想跑。猎鹰展翅，雷霆的猛势扑向小兽。猎鹰把小兽按在地上，凤九木没有出声。不可，猎鹰住口！喊得晚了，猎鹰啄了下去。轻易闭上眼睛，不忍直视。大家都以为小兽会被猎鹰撕碎，只有凤九木最淡定。猎鹰凶猛地啄下来，小兽忽然咬了鹰爪一下，猎鹰吃痛，弓起身子，展翅松开。也就这一刹那，小兽的爪子飞快地打在猎鹰的脸上，犹如幻影连环掌。猎鹰被打懵逼了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猎鹰是主子驯养，就连武功高强的蛮族头领也吃过这只猎鹰的亏。小兽是怎么死里逃生，反而把猎鹰打晕了？轻敌的下场。凤九木笑了，眼中是对小兽的赞赏。他没想真的让他死，只是想要给这只不听话的小家伙一点教训，即使他不反击，他也会从猎鹰的嘴里把他救下来。结果令他惊艳。过来。裴水心里有一句草泥马想送给凤九木，刚才他差一点就要死了，凤九木坐在那儿跟大爷一样，见死不救。哼，老子也是有脾气的。主子，这小爷生气了。哈哈，你妹啊！凤九木的眼神同时扫去，像淬了寒光，吓得青翼立刻闭上嘴巴。凤九木起身朝小兽走去，伸出尊贵的手把他从地上抱了起来。看到他嘴里又叼起来的香包，他眼中闪过沉思，又伸手把他嘴里的香包夺了下来。喜欢他？本王帮你收着。见死不救的渣男！哎，等等，他留着他本来就是准备养肥了吃的，他没理由把他让给猎鹰吃啊。难道是他在试探他，还是他想要提前吃他了？凤九木摸到小兽在发抖，把他害怕的眼神看在眼底。到底是个柔弱的小东西，侥幸打败了猎鹰，他还是会劫后余生的颤抖。凤九木抬眼，楚婉若晕在了地上，他眼底掠过冷意，抱着怀中的小兽离开了。青翼跟在凤九木身后走出来，石梅站在门口，久久不敢进去。当晚，楚婉若房中来了几个身强力壮的下人。狗奴才，放开本夫人！本夫人是你们的主子，是楚府的大小姐，你们敢这样对我，我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楚府也不会放过你们这些狗奴才。还有我的姑姑，她是皇上的宠妃，你们得罪我，只有死路一条！快放开我！没有人理会楚婉若，她挣扎得厉害。因为她剧烈的扭动挣扎，罗裙掀翻了不少，双腿也岔开，里面的春光一展无遗。对这一切，楚婉若浑然不知。抬他脚的壮汉看到了春光，惊讶地瞪出牛眼。他怎么都没想到，出身高贵的楚府千金会像青楼里的娼妓一样，裙里不穿裤子。壮汉又哪里知道，楚婉若的母亲在20年前就是青楼里的头牌。她生得美艳，被楚婉若的父亲看中，就被带进了楚府。他使尽了狐媚手段，赢得楚婉若父亲的独宠，又趁楚婉若父亲不在府中的时候，去楚府正经原配那儿炫耀，后来活活逼死了原配。楚婉若被丢出凤府，均匀纤细的双腿毫无保留地暴露在空气中，连最羞耻的地方也是一览无遗。几名下人和凤府门口的护卫都看到了。我记住你们了，我会让我爹派人来挖掉你们的眼睛，还有你们！我今日遭受奇耻大辱，我会让你们不得好死！小兽赖在凤九木怀中，怎么都不肯回铁笼。小家伙被吓坏了。凤九木阴翳的心情骤然转机，很受用。这一晚，凤九木发了善心，带兽睡床了。他对小兽说，夜里睡觉安分一些，若是他的嘴和爪子碰了不该碰的地方，那么第二天他会让他看到被割下来的爪子和嘴。你长得再好看，也勾不起我的色欲，好吗？看到小兽的动作表情，凤九木满意的笑了。完了，我完了！他一定是中毒了。楚婉若的香包害死兽啊！娘，我被凤府的贱奴丢出来了，
他们还羞辱女儿，故意撩开女儿的裙子。你和爹爹要替女儿做主啊！他们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敢羞辱你！你可是凤府现在唯一的女主人，你可以先斩后奏，杖毙了那些贱奴，再去和穆王哭诉。男人最怕女人哭了，穆王会疼惜你的。楚婉若哭不说话了，楚夫人感觉不对，凤府的贱奴怎么敢把你丢出来？你老实的告诉母亲，你是不是和穆王发生了矛盾？是穆王派人把你丢出来的？还不是因为母亲给我的那个香包，他没有把我得到穆王的宠爱，还把我推进了万劫不复。他发现了我的香包，把香包拿走了。他要是发现香包的秘密，我就真的再也进不了凤府了。你给我闭嘴！我早就和你说过，遇到事情要冷静，你像个泼妇一样埋怨，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糕。看到楚婉若不停地掉泪，他又于心不忍。别哭了，你先把来龙去脉好好的跟母亲说，母亲帮你想办法。裴水睁开眼睛，没有看到凤九木，而是看到一个老者，他用琢磨不透的奇怪目光盯着他。裴水被吓了一跳。哈哈哈，别害怕，小家伙，我是来给你看病的。他从青翼那儿得知，这只小家伙能听懂人话。孔太医手伸过来的时候，他忽然侧身，爪子飞快地挠了一下，孔太医的手背多出几条血痕。这小畜生啊，和他主人一样，不是个善类。孔太医还是不要在背后说我家主子的坏话为好，我怕我会控制不住，送您老出去。用不着你送，老夫现在就走。你求老夫来，老夫也不会再来。孔太医气呼呼地走了，他顺走了凤九木早上交给他的香包。凤九木下了早朝，青翼就跑来禀告了一件事儿。猎鹰早上去鸽舍，逮住一只母鸽，鸽舍的公鸽愤怒，母鸽恐惧，吓得都不敢回鸽舍了。欲望来了，当着人的面就能搞6只母鸽。凤九木忽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小家伙秦玉来的时候亲他，对他发浪，难道这只小家伙是母的？凤九木把怀中的小兽翻了一个身。耍流氓！发生了什么？我在哪里呀？这是我不食凡尘烟火的主子吗？啊，不，我一定是看错了。主子怎么会对一只小兽的不感兴趣？他扭了2下就放弃了。欺负兽，你算什么本事？有种你放开老子，老子和你拼命！青鸾，拿绳子来。裴水逃不开凤九木的食指山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爪子被捆绑。就在凤九木捆绑他后腿2只爪子的时候，裴水的尾尖钻了进来，穿过绑住4只的麻绳，尾尖被他咬在嘴里。是可杀不可辱。这么一闹腾，凤九木对他是公是母已经没有兴趣了。凤九木让青鸾把捆住4只的小兽抱走，把他身下的白毛都给刮了。青鸾看到小兽眼眶里的泪豆子不停地掉，别伤心了，用不了多久会长出来的。啊，平时看你挺机灵的，今儿怎么犯糊涂了？王爷想看你就给他看一下嘛，又不会少块肉。你看外面那些野物，公的母的一目了然，还在光天化日大庭广众之下交合，这是野物的本能，没什么好羞耻的。我不干净了。凤九木想看就可以看吗？凤九木叫你脱给他看，你脱不脱？瘦就不要脸吗？瘦也是少女心，也要脸的好吗？不错，发情期到了。野物的本能不分场合，不分对象，可老子和那些野物不一样，老子是少女啊！莫名其妙变成兽，够悲催了，还不让老子做个安静的少女兽！生无可恋的小兽被送到凤九木房中，凤九木的视线直接朝他身下看，还伸手把他从青鸾怀中抱过来，手指托他下盘的时候，不可避免地接触被刮掉毛的地方。哼，凤九木，你这个大变态！王爷，她是只母的。难怪对本王那么色，原来是母的。不听，王八念经。隔日，凤九木去上早朝的时候，小兽又出状况了，他浑身发热，难受的要死。青鸾过来送早膳，发现小兽不对劲，刚把他抱进怀中，他就钻进了他的衣服里。青翼听到青鸾的叫声，很快就赶了过来。推开房门之后，他就傻眼了。青鸾边叫边跳边脱衣服，他转过身来的刹那，青翼看直了眼睛，鼻子一热，鼻血差点就喷出来。青鸾抓住小兽，这畜生咬断了他肚兜的系带。房中乍现一个男人，本就受到惊吓的青鸾快要神经崩溃了，他尖叫着把小兽对准青翼的脸丢去。扑面而来的是一阵女子的体香，青翼僵在那儿忘了反应，随之而来的就是2个巴掌。青鸾穿好了外衣，打了青翼之后，红着眼睛跑了出去。小兽咬的肚兜忘了拿。小爷你不要害我啊！王爷快回府了，他很清楚要在王爷回府之前把青鸾找来，
让青鸾去从小兽爪下拿走肚兜。找到青鸾，青翼又挨了2巴掌。青鸾，我昨天就想和你说楚婉若的香包有问题，让你当心王爷的那只小兽，可惜你不听。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也没有想到，你不能全怨我。好，我不说了，王爷就快回府了，咱们主子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你赶紧回去把你的肚兜拿走。青鸾再次进入凤九木的房间，右手伸了过去，抓到了肚兜一角。他慢慢的用力，想要从他身下抽出来，没能成功。小兽的身体也坐着肚兜过来了，小兽还想扑他的手指，他只好用力的把它挥到一边，抓住床上的肚兜。刚要松一口气，肚兜的另一角就被小兽咬住。凤九木推开房门，人就像被定住。这只小兽在做什么？他和青鸾抢肚兜。王爷，奴婢也不想的。小兽他忽然兽性大发，奴婢防不胜防，他就钻进了奴婢的衣裳里，把奴婢的给咬了出来。凤九木看小兽的眼神变深了，他以为他只对他色，岂不知这只小畜生男女通吃。抬手一挥，无形的气流对小兽的脸扑来，小兽的身体被气流卷到半空中，像掉进漩涡，不停地旋转。裴水吐了，吐脏了凤九木的金贵的衣摆。凤九木嫌弃的拧眉，吩咐下人打来清水。他把小兽丢了进去，洗刷某只男女通吃的色兽。什么情况？你的牙可能欠拔。裴水有点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他的眼睛里有刀，要剥他皮似的。裴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滔天大罪，又惹他不高兴了。他有什么资格不高兴？他把他的毛刮了，他还没找他算账呢。他洗他肚皮和后腿的时候，他不适地夹了一下，感觉到他森冷的眼神，他没有继续夹。这人要当兽奴，他能不成全吗？小兽洗了澡，身体的燥热也消失了。你的头敢伸出来，本王就剃了你脑袋上的毛。裴水快要露出来的脑袋又缩了回去。你个铲屎的，反了你了，敢这样对你家主子！为了找到一个平衡点，小兽决定从现在开始，凤九木就是他的铲屎官。凤九木出了房门，叫来青翼，问了猎鹰今日的情况。今天猎鹰没有告诉母哥，他像中了邪一样，捉了一堆肥虫放在鸽舍讨好母哥，杀了所有的母鸽。是王爷。王爷，楚婉若的香包这么霸道，那只小兽和王爷朝夕相处，只怕他也会对王爷起了不该有的心思。哼，他对谁都有不该有的心思。怎么感觉主子话里有话，还有点不该有的嫉妒？有道闪电劈中了青翼的脑袋，他才会出现幻觉。我家主子怎么可能嫉妒？对象还是一只小畜生。此刻小兽也不知道楚婉若的香粉有多霸道，他更不知道每次发作时候发生的事，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亲了凤九木的嘴。次日，小兽是被吵醒的。我操，这里是皇宫啊！凤九木确定要我闹吗？大闹皇宫啊？不，这是大闹昭会，比大闹皇宫还要恶劣。裴水顿时热血沸腾。凤九木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我就听了你的，大闹朝会。凤九木喜欢聪明的人，也喜欢聪明的兽。这只小兽除了比较色令他不喜之外，他对他还是挺满意的。想到这只兽色也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而是因为楚婉若的香包，凤九木眸中的冷冽软化了一些。他这次带他来皇宫，就是为了治好他。孔太医不愿意去凤府，他就带小兽进宫。裴水安分不到3分钟，趁凤九木卸下所有防备的时候，忽然就从他袖摆中钻了出来，后腿用力的一蹬，像箭冲到了凤九木右边的老丞相身上。哎呀，什么这是什么东西？裴水搅乱了朝会，顺利地跑了出去。里面一乱，禁卫军以为来刺客了，他们忽视了逃走的小兽，也成功阻挡了追过来的凤九木。护驾，保护皇上！都滚出去，没有刺客。凤九木拱手对皇上道：臣有罪。穆王是天灵的守护神，何罪之有？那只小兽是臣带进宫的。穆王放心，朕一定会派人帮你找到那只小兽。皇宫戒备森严，它跑不出去的。你脖子上的珠子真好看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好看、这么大的珠子，它一定很珍贵吧？那当然了，这是东边盐商进贡给我父皇的深海宝珠，要在海里很深的地方派大量的人手捕捞，才得了一颗这么好的。这皇宫中只有我一人拥有，别的皇子和公主可都没有。你们说它宝贵不宝贵？宝贵，太宝贵了。皇上对三公主真好。凤羽，你说话呀！你是不是质疑父皇送我母妃的宝物？我要回去告诉我父皇，治你一个大不敬的罪。三公主，不要啊！你不能怪四皇子，你忘了吗？他是哑巴，他不会说话呀。凤羽仿佛已经习惯般，
默默地转过身，想要离开。四皇子，你不要走啊！不是说好的我们是兄弟，大家一起玩啊！是呀，你是哑巴的事情，整个皇宫没有人不知道，你应该早就习惯了。你看大家笑得那么开心，你应该觉得自己了不起啊！没有你，大家怎么能笑得那么欢快？两个男孩拉扯耻笑凤羽的同时，又推凤羽，把他用力地推在地上。凤羽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站着也能摔跤？你除了是个哑巴之外，你该不会腿也不好吧？我爹说腿不好的人可能会变成瘸子。凤羽，你把裤子脱下来，我们帮你看看腿。很快裤子就被两个男孩扒下一半，凤羽极尽羞怒。你们快看，四皇子穿的底裤是石青色，我家下人才会穿这种颜色。四皇子，你该不会是没有底裤穿了，拿下等奴才的衣服做了这底裤吧？四皇子，你没有底裤穿可以告诉我呀，我们都是兄弟，我可以把我穿旧的底裤给你穿啊。他们一点也不担心凤羽被羞辱之后会找皇上告状。一个宫女意外怀上的龙种，出生后宫女就被赐死了。皇上发现凤羽是哑巴后，也彻底放弃了她。裴水路过的时候，无意间看到这一幕，他没忍住，嗖的一声扑过去，咬了其中一个男孩的手指。另一个男孩显然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了，他还没反应过来，小兽就转身朝他扑来。男孩吓得松开凤羽，屁滚尿流的转身，就被小兽咬住了屁股。三公主，你别哭，你告诉奴婢，是谁欺负了你？奴婢这就叫人去禀告贵妃娘娘，治他一个欺负公主的重罪。是的，是四皇子，他欺负了三公主，给我掌掴他的嘴！一个太监冲上去，扬高了手掌，狠狠地扇凤羽。凤羽仿佛没有感觉，眼眸一直看着远方，那是小兽最后消失的方向。太医来了，给凤西西检查之后，并无大碍，只是受到了惊吓。不是凤羽，是一只小畜生，它吓到我了。是四皇子养的小畜生，他的小畜生把我的手也咬破了，还吓坏了三公主。对，四皇子养的小畜生还咬了我的屁股，他是故意带他来咬我们的，也是故意带来吓三公主的。被两个男孩这么一说，凤西西也开始怀疑凤羽。玲珑，我好怕那只小兽，我怕它还会来咬我。凤羽，你真的不知死活，敢在皇宫中养凶兽，你还不赶快交出凶手，让我们把他杀了安抚三公主？她可是你的皇姐啊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残忍又恶劣的事情？凤羽听到凶兽的时候，她眼波动了一下。比起残忍和恶劣，谁有她这个伪善的皇姐更残忍和恶劣？你不说是不是？好啊，你到现在还知错不改，你给我等着，等我禀告了贵妃娘娘和皇上，有你好受的。玲珑抱着凤西西走了，大约1炷香的时间，楚贵妃派来的人把凤羽带走了。某个角落，静悄悄的草丛忽然发现细微的响声，一只小兽在草丛中探出白色的脑袋，它没有离开，它都看到了。裴水决定先跟着凤羽身后过去看看什么情况。凤羽被抓来了，瘦弱的小身板被压着屈膝跪在楚玉琼的面前。皇上驾到！爱妃，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希儿吓成这样？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害了希儿啊！爱妃，你有什么话慢慢说，朕不怪你。楚玉琼把凤西西的话重复了一遍，都是臣妾的错。当初看到这孩子可怜，让皇上把他留下，却没能教导好他。如今凤羽犯下大错，吓坏了三公主，臣妾也有一半的责任，请皇上严惩臣妾。凤羽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凤羽闻言，眼底最后一丝亮光变成了灰暗，自嘲地笑了。皇上问完，就想到这孩子是个哑巴，当初荒唐的一幕又重新浮现眼前。既然你无话可说，就不要怪朕了。皇上，你饶了凤羽吧，是臣妾没有管教好凤羽，等臣妾生下龙子，一定会付出更多的时间，好好管教凤羽的。躲在角落里的小兽气愤地用爪子挠地，这个楚贵妃太伪善了。爱妃，你是朕后宫中最善良的女子，但你的善良感化不了一个心底恶毒的豺狼。你不要再为这头豺狼求情了，今日谁都救不了他。皇上下旨处决凤羽的时候，裴水忽然从角落里窜了出来，兽眼愤怒地瞪着皇上。父皇母妃，就是这只小凶兽，希儿好反叛呀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没看到三公主又被吓哭了吗？你们还不赶快抓住这个小畜生，把他宰了去熬汤！凤羽等死的心又重新的活了过来，他替小兽担心。听到玲珑的怒喝，他突然伸手把身前的小兽搂进怀中。面对来抢夺小兽的宫女和太监，凤羽紧紧地抱着小兽，弯下腰，拼命地把它护在胸口和地面的空隙间。凤羽，事到如今你还要护着那个小凶兽，你真是执迷不悟，太让本宫失望了。瘦弱的凤羽哪里是宫女和太监的对手？有个阴毒的太监掐住凤羽手臂一块肉，狠狠地拧麻花。一个哑巴皇子痛死了也叫不出声的。皇上瞅着通体雪白的小兽，他和穆王要找的那只小兽很像。皇上的心紧了紧，
若真的是凤九木带来的小兽，别说宰了熬汤，就是少一根毛发那也使不得。忽然间想到楚贵妃说这只小兽是凤羽豢养的，皇上觉得自己想多了。夺走小兽的太监惨叫一声，手指被咬了。看到宫女和别的太监在欺负凤羽，他嗷的一声，愤怒地飞跳到他们的身上，逮住一个咬一个。妈蛋，欺负孩子，老子咬死你们！皇上，臣家好怕呀！楚玉琼不说话，小兽还没想到要咬他。此刻小兽盯着他磨牙，哼，反正老子今天闯的祸已经够大了，老子不介意捅得更大。小兽扑到楚玉琼身上，吓得他惊叫连连。皇上看到最宠的爱妃被这小畜生咬了，他勃然大怒，伸手驱赶小兽，却被小兽的爪子挠了几条血线。你们都是死人，还不过来护驾！被吓懵的众人纷纷回过神。玲珑最有心眼，他跑得最快，一把抓住小兽。小兽尖利的牙齿没入他的手腕，玲珑也没有松开，忍着疼痛，双手死死地掐住小兽的脖子。朕真后悔，当初你出生的时候没有亲手掐死你，留下你这狠毒的孽种，养着畜生来残害你的母妃，残害你的皇姐。朕今天就要清理门户，让这畜生陪你上路。住手！你这贱婢，差点弄伤了穆王的爱宠，你有10000个脑袋也不够砍。这不关奴婢的事，是贵妃。还敢顶撞，给朕掌嘴！眼明手快的太监冲上去，对着玲珑的嘴巴一阵噼里啪啦的狠抽。本宫和3公主都被这贱婢给骗了，是她说这小兽是4皇子养的小凶兽，本宫当真了，也是她提议要把小兽杀了熬汤，本宫真是糊涂啊，不该听信这贱婢的所言，差点误伤了穆王的爱宠。贵妃娘娘，您不能冤枉奴啊！你个贱婢，原来是你提的毒计。楚贵妃和3公主那么善良，连只蚂蚁都舍不得踩死，他们的身边怎么会有你这样阴毒的贱婢？来人啊，把这贱婢拉出去杖毙！他是本王的，即使熬汤也轮不到别人。凤九木抱着受伤的小兽转身离去，刚走出门，他忽然顿足。4皇子凤羽是吗？被点名的凤羽抬头仰望了凤九木一眼，凤九木捕捉到凤羽眼神中的一丝不舍，他的宠物被这孩子惦记上了。小兽的目光也移到凤羽身上，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眼睛。铲屎官，快把手拿开，别捂你主子的眼睛！凤九木眼神闪过不悦。他是朕的4子，可惜是个哑巴，不会说话。别让他死了。凤九木说完，大步的离开了。小家伙，你很在乎凤羽，你下次再跑，本王就杀了凤羽，你觉得可好？哼，我就知道你个铲屎官肯救凤羽，没安好心。果不其然，用一个孩子的性命威胁我，凤九木太恶毒，太阴险了。这小家伙莫不是又看上了凤羽？凤九木的心情瞬间不好了。你喜欢上凤羽那孩子了？喜欢上凤羽？操你妈！老子像那种会喜欢孩子的猥琐野兽吗？凤羽就是个孩子，他就是饥渴难耐，也不会变态的喜欢一个小孩子。饥渴。小兽想到这个词，眼睛就有点模糊，心就有点飘。凤九木发现小兽不对劲，却在下一秒，他的薄唇一凉，时间仿佛停止，万物也顿时变得寂静。凤九木哑黑的睫羽微垂，拙劣的眼神不是他对他产生了什么特别的想法，是要把这禽兽般的小家伙给活活烧死。泛着冷光的手掌一挥，小兽被掀翻，忽然被凤九木掐住双颊。他迷离的兽眼看到凤九木手中捏着一粒朱色的药丸，表情森然地喂入他的嘴中。你个铲屎的，你要谋害你家主子！呸！下次再对本王做这种事儿，本王就掐死你。这种事是什么事？喷口水？小兽受惊似的对他点点头，又摇摇头，仿佛他知道错了。凤九木看到他是真的怕了，才满意的松开了他的嘴巴。这个男人长得像仙儿似的，眼睛好看的风华绝代，怎么就干出虐待小动物这种事？人不可貌相。凤九木刚才给他吃的药丸是从孔太医那儿拿的，是解他体内燥热的解药。臭老头，谁叫你给凤九木解药了？老子一点也不想吃解药，老子要祸害凤九木。时间静悄悄的流逝，一转眼从春季变换到最炎热的夏季。本王带你去仙池泡浴。仙池？哇！小家伙，你的毛真厚，也难怪你热，让本王帮帮你吧。治安指官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又想剃掉老子漂亮的毛？莫慌，夏日剃了，秋日会长起来的。长你妹啊！这身毛就是我遮羞的衣裳，让你剃了，我不就得裸奔了？你咋不脱光了衣服裸奔？他脱了衣服裸奔，一
定是天灵最美的风景线。美男，本王好看吗？好看，那是相当好看。兽眼被闪了一下，脑中的幻境稀碎一地。可恨那铲屎官拿着一把匕首贴着他那撮漂亮的毛发。裴水飞快地摇头，本王不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。放过我漂亮的毛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男人。本王好看，你就色眯眯地盯着本王。你究竟想要把本王怎样呢？不妨说出来。我靠，这都被发现了。你不想说给本王听？几根雪白的毛发吹到刀口，眨眼间就离开生他养他的皮壤。裴水含泪迎上凤九木无情的目光，前爪合起坐实，似在求饶。我真的没有想把你怎么样，我只是在想你裸奔而已。裴水认错的态度良好。凤九木放过了他的毛发，所谓仙池飘着氤氲，水不凉且热。这男人表面清冷的像个禁欲的仙人，其实啊，他就是个暗骚。凤九木要不骚，他怎么老是暗地里摸他屁股？哎呦，冤家，你要直接告诉老子，告诉我你不喜欢女人，也不喜欢男人，你喜欢兽，人家也是不会嫌弃你的啦。事打好了，小兽交给奴婢吧。什么鬼？他不是要和我共胖鸳鸯浴？小兽扬起脑袋，委屈巴巴地对凤九木摇头。青鸾吃惊地看着小兽，他这是想要和王爷一起泡仙池？青鸾很怀疑，这小兽是不是觊觎他家王爷的美貌？想得挺美。桶中炸开冰晶的水花。好你个铲屎的，你想淹死你的主子！伺候好这只小家伙，伺候不好，严惩不贷。是，奴婢遵命。铲屎的，你别心虚的转过身去，你有本事饭丢下你家主子的弥天大错，你就没本事直视你家主子。你敢不敢转过身来与你家主子对视一眼？太吵，把桶抱出去，别让本王再听到他吱吱的叫声。小祖宗，别叫了，明天我让山王给你做子妾。最后一个字，青鸾只有唇形，没发出声音。裴水不叫了，青鸾松开了他的嘴巴，小兽渐渐的没那么热了，他觉得舒服，昏昏欲睡。片刻，裴水闭着眼睛，传出细细的抽呼声。裴水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自己的尾巴被剪成了2条，血淋淋的。他感觉不到疼，他感觉到可怕。裴水醒了，是被这邪门的梦给吓醒的。主子还没出来，你再泡一会儿吧。裴水惊慌未定的摇头。凤九木出来，换了一身白袍，黑瀑般的青丝半湿的垂在身后。他好似纤尘不染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。谪仙走近，五官的轮廓愈发的清晰放大。来，让小姐姐亲一口。他刚弯下腰，他就蹦跶到了他怀中，嘟着兽嘴要亲他的时候，看到他清冷的眸子仿若变成2片寒湖。他兽眼一飘，嘟起的嘴转了方向，插在了他怀中。尼玛，差点被这男人的美色迷惑，干了蠢事。哎，为毛刚才要亲他的时候，有种熟悉的感觉？裴水胡思乱想之际，清脆的铃铛声传来，看到凤九木给他爪子套了一个银铃铛。小家伙，喜欢吗？喜欢你妹，难看死了。裴水的不满意写在脸上。它叫锁魂铃，是前国师从蓬莱修道者手中带回来的圣物。前国师临终前有求于本王，就把它送给了本王。它可是价值连城的宝物，本王把它送给你，你还嫌弃？真的假的？你不想要就还给本王吧。送出去的东西怎么可以收回？裴水又做了那个奇怪的噩梦，尾巴变成2段，血淋淋的。还不止这样，后半夜的时候，他又梦到屁股开了雪花，几条尾巴被砍断了，不疼，但超级恐怖。他不停地告诉自己这是在做梦。裴水潜意识强烈的挣扎，他以为清醒过来的时候又进入了这个梦境，这是梦中梦，他被彻底的困在梦中梦。裴水挣扎了1个晚上，终于在凤九木走出房门的时候，他从噩梦中挣扎出来了。这玩意儿真的价值连城。凤九木连窝都不舍得给我换，肯把那么贵重的宝物给我，凤九木骗我的吧？裴水把爪子放在嘴边，犬齿咬了咬，想要咬掉这该死的铃铛，咬了好一会儿，口水都挂下来了，铃铛没咬掉。你妹的！雪白的尾巴晃了晃，尾尖碰到铁笼，被限制空间的感觉真不好。就在他出去的时候，小兽似乎感觉尾巴有点不对劲，他尾巴晃动的时候，尾尖好像2次碰到铁笼。什么粉丝？2条雪白的尾巴像冲天柱一样竖着。这是幻觉。裴水闭上眼睛默念1、2、3。
眼睛再次睁开，两条尾巴依旧没有改变，左右开弓，抽了自己2耳光，左右脸都好疼啊！怎么破？怎么破？青鸾在门外听到里面清脆的响声，他伸手推开房门，看到某小兽坐在地上，雪白的尾巴压在肚皮底下。饿了吗？我去让膳房给你弄吃的。看到青鸾走出去，关上房门，他才站起来。裴水有心事，子鲫鲜美，到他嘴里也没有了那份特别的味道。做的不好吃吗？裴水想着尾巴，哪有心思吃鱼？他一个晚上多出一条尾巴，凤九木会不会觉得他快要成精了，提前把他宰了？青鸾收拾了盘子，没舍得把名贵的子鲫倒了。他吩咐膳房中午的时候热一下，兴许这小祖宗中午会吃。小胡，醒醒醒醒！哇，小胡你妹呀！一大早就吵，还要不要人睡觉了？小胡，醒醒！睡梦中的小兽不知道被谁推了一下，推得他撞在铁笼上。裴水躁怒地睁开眼睛，鼻腔喷出火气冲天的起床气。胡你妹的胡！老子姓裴，姓裴，不姓胡，懂不懂啊？你是哪根葱？凭什么给老子不改名换姓？你！他刚才说的是人话。我是裴水，凤九木是王八蛋。我是裴水，凤九木是王八蛋。我真的能说话了，我是裴水，凤九木是王八。我靠，他是开心过头了，才会在凤九木房中说人话，骂凤九木是王八蛋。这要是被凤九木听到，那他还不完蛋了？糟糕，他刚才说的话全被青鸾听到了。小胡，你胡你妹！你才姓胡，你全家都姓胡！裴水骂完，表情有些怪异，他神色紧张地朝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没有人。你妈！凤九木，你这是杀了多少人，造了多少孽？阿飘都跑到房间来找你了。裴水绝不承认这只阿飘可能是来找他的。裴水忽然想到了青鸾，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青鸾，快来救我！房间里有阿飘！小胡，我不叫阿飘，我叫阿守。我管你的阿飘还是阿守，你快点走行不行？我上辈子做人很低调，我爸给我零花钱，我从来不炫富。我在学校也从来不惹祸，我尊敬老师，帮助同学，是个文明的好学生。我看到老奶奶过马路，我主动去扶；我看到可怜的流浪狗，一回头时，我……小胡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阿飘，不，应该是阿守。你冤有头债有主，你去找凤九木，不要找我好不好？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现在过得挺好的，有吃有喝，有人伺候，也有美男路吗？你快下去投胎吧，鬼差不是那么好说话的。你要是被他们逮住，你就投不了胎了，还会把你放到油锅里炸成脆饼。听说风一吹，你又活了，又继续炸你，这样折磨你几百年，已经效尤。阿守，我知道你是好鬼，不然你也不会想来帮我。可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你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和油锅。总之，你快走吧。小胡，如果我不帮你，你还有不到1年的寿命。这鬼是在开玩笑吗？我还有不到1年的寿命？绝对是开玩笑的，怎么可能？我绝非与你说笑。小胡，你最近2天一直在做噩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那些都是真的。什么？想活想死都在你的一念之间。你想好，如果你确定不要我的帮助，我就走了。阿守，你就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好鬼，我对你的感激犹如滔滔江水，绵绵不绝。你别走啊，我需要你。这时候变得真快，刚才还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坠入地狱和油锅，现在他知道自己寿命不久，就能眼睁睁地看我万劫不复了。阿守，我怎么看不到你啊？你说我只有不到1年的寿命，你打算怎么帮我啊？好奇怪啊，我怎么忽然就会说人话了？是你帮我的吗？我说话只有阿守能听到，青鸾和外面的人都听不到吗？不在你的爪子上，魂灵被锁在魂灵锁之中，我醒来就能感受到你的气息，能与你通灵。你说的话也只有我能听得到，别人是听不到的。至于怎么帮你，这还需要靠你自己。我现在不能出来，所以必须靠你自己去寻找段尾，才能续命。段尾？我他妈尾巴被谁砍掉的我都不知道，我到哪里去找啊？即使知道是谁砍断的，那尾巴早就臭了烂了，找到有个毛用啊！
裴水瞅着爪子上的锁魂铃，不错，他就是带了锁魂铃才开始不停地做噩梦。凤九木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，给我送这么一个邪乎的玩意儿，里面还住着一只鬼。小虎，你转过头去看看。看什么？裴水有点莫名其妙，还是转过了头。这一转可把他吓得够呛，他的尾巴被砍断了，和噩梦里的一样。裴水白眼一翻，晕了过去。裴水悠悠醒来，看到青鸾漂亮的脸，裴水嗖的一下飞到青鸾怀中。青鸾安抚小兽的时候，发现小兽多了一条尾巴，他惊了惊，片刻妙目就恢复了镇定。裴水赖在青鸾怀中，吃完了还不肯下去。小祖宗，我是王爷的奴婢，我不能在这里多待的，你先下来，虎山的时候我再来抱你好吗？裴水不听，他就赖在青鸾的怀中。青鸾放了几次都没有成功。小虎，你抱着一个丫鬟有什么用？该来的还是会来，躲不过的。唬你妹啊！我都说了，我姓裴，我叫裴水，你非要给我改姓是吧？小祖宗，我真的没法在主子的寝房多待，也没法带你出去。裴水没有再为难青鸾，从他怀中跳到了铁笼里。你是小狐狸，吾叫你小狐也没错。如果你喜欢吾叫你小裴或是小水，我也可以这么叫你。哼，随便你。即使有人施法帮你隐藏了伤痕，但那伤痕是真实存在的。你不去找段尾接上的话，你的寿命会止于明年开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断尾处还在流血。你要不要仔细看一遍？你的断尾处没有流血，而且永远都不会结疤，伤口一直都很新鲜。啊！我不想再看了。阿守，你有办法帮我收掉伤口吗？伤口一直新鲜着，不太好。那可不行，收了伤口，你的断尾就没法接上了。小水，你不必太担心，有高人给你伤口施了法，别说伤口不会再流血，即使有人拿刀刺你的屁股，你都不会有事儿。我操，谁这么牛逼呀？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他对着铁笼撞了2下屁股，还真的不怎么疼。你说我要找到断尾才能续命，可是我也不知道尾巴在哪里，我到哪里去找啊？拥有你断尾的人身上会带有你断尾的味道，你会感觉到很亲切。至于去哪里找，我也还不知道。裴水忽然想到，凤九木对他好的时候，他感觉凤九木很亲切。难道凤九木有他的断尾？凤九木没有你的断尾。转眼又是一天，裴水不再做噩梦，精神也好了很多。想要找断尾，得先离开凤九木的巢穴。阿守，你得先帮我离开这里才行啊，那我才有希望找到断尾啊。我可以带你离开。哟呵，太好了，我们出发吧。他话刚说完，眼前一片混沌，仿佛在穿梭。顷刻之间，光明扫走了混沌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有爱花明又一村，老子自由啦！小水，别站在凤府的围墙上了，快逃吧！尼玛，这么高啊！阿守，你这个坑爹货！何为坑爹？阿守，我在夸你呢，坑爹就是好厉害的意思。裴水也不管他信了没有，往下一跃，裴水摔在地上，滚了好几圈才止住。小水，你好坑爹啊！我去你大爷的！你骂谁坑爹呢？阿守没有吭声。裴水忽然反应过来，他刚才对阿守说坑爹是夸人，是好厉害的意思。谁晓得阿守这么快还到他的身上，这鬼太腹黑了。裴水爬起来，抖了抖毛，眼尖的发现一双红鞋。他也不怕这人是来抓他的，最多是个路过的过客。裴水没兴趣看此人是男是女。银铃在他爪上发出当当清脆的声响，一声低笑，那么不经意的传来，仿佛在嘲笑飞奔的小兽般。哼你妹啊，这人有病吧？裴水心里咒骂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感觉屁股后头凉飕飕的，像被人追赶似的，